說一件很恐怖的事兒，這個世界上可能只有哺乳動物才會老。烏龜活了100多歲還能生，燈塔水母甚至能返老還童，唯獨我們哺乳動物一旦過了繁殖期就開始走下坡路，头髮白了，皱紋多了，跑不動了，各種疾病都來了。但為什麼會這樣呢？先看一組數據2022年科學週刊發表了一項研究，科學家調查了動物園和水族館裡52種龜類，發現約75%的龜類衰老程度可以忽略不計，約80%的龜類衰老速度比現代人類還慢。更離譜的是有些龜年齡越大，繁殖能力反而越強，老當益壯。再看两栖動物和爬行動物，青蛙、蟾蜍、鱷魚，研究發現，在這些變溫動物中，至少每個類群都有可忽略衰老的物種，死亡率沒有隨年齡增加，還有各種難殺，能活超過400年。燈塔水母更過分成熟交配後直接回到幼體狀態，理論上可以無限循環，相當於你一直活在5歲到25歲中，這太過癮了。也就是說，這些物種在生物學上根本不會老，就很誇張。為什麼呢？因為哺乳動物的衰老是伴隨着现代哺乳動物的祖先一起進化出來的。研究發現，從只能活幾年的老鼠到能活100多歲的人類，都在繁殖期剛過後表現出明確的衰老表現。但哺乳動物的祖先兩棲動物和爬行動物衰老表現卻微弱得多，甚至壓根沒有。而這一切從大約3.4億年前兩棲動物演化出爬行動物開始，到了大約2.5億到2億年前的三疊紀時期，最早的哺乳動物祖先那些類似全齿兽的核工纲动物開始從爬行動物中分化出來。這些祖先原本是變溫動物，代謝慢，壽命長，衰老特徵也不明顯，但哺乳動物在進化中做了一系列升級，恒溫、高代謝、快速生長、固定的体細胞分裂次數，這些升級讓哺乳動物跑得更快，腦子更靈，能更好的照顧後代。但代價是細胞分裂有了极限，身體修復能力大幅下降，衰老就是這套高性能系統的副作用。进化生物學家梅达沃在1952年提出了突變積累假說，自然選擇的力量會伴隨生物年齡增長而減弱。對進化來說，只要你能活到繁殖，把基因傳下去就夠了，繁殖之後的事兒自然選擇懶得管。那些晚年才表現出危害的基因突變，就被一代代積累了下來。說白了，咱們哺乳動物就是進化用完就扔的耗材。說到這兒還有一個問題，是不是恐龍等捕食者才讓哺乳動物实現衰老的？答案是，但也不全是。2023年11月，英国微生物學家马塞良斯提出了长壽瓶颈假說。他認為，在恐龍稱霸地球的1億多年裡，早些哺乳動物普遍體型小、异性性強、壽命短。想象一下那個場景你是一只老鼠大小的哺乳動物，身邊全是霸王龍、迅猛龍，你根本活不到老死，大概率2-3歲就會被吃掉。在這種情況下，長壽基因根本沒有用武之地，自然選擇反而會淘汰那些慢工出細活的個體，因為它們繁殖太慢，種群撐不下去。於是早些哺乳動物被迫走上了快速繁殖的進化路線，早早性成熟，多生後代，早早死。這種長達上億年的進化壓力，導致與長壽相關的基因和通路被丟失或失活。馬塞良斯直言如果恐龍無論如何都會把你吃掉，那麼努力長壽就沒有意義了。但這個假說也只是一部分答案，畢竟恐龍滅絕後，哺乳動物佔據了各種生態位，大象、鯨魚、人類都演化出了遠超祖先的壽命。然而哺乳動物之間仍然帶着恐龍時代留下的遺傳限制，這個理論後來也被驗證了。科學家對16種哺乳動物，從老鼠到長頸鹿，從獅子到人類，進行了全基因組測序，結果發現物種壽命越長，體細胞突變發生的越慢。人類體細胞每年約發生47個突變，而小鼠每年高達796個，差了將近17倍。但是不同物種在生命終點時累積的體細胞突變總數竟然差不多，就像每個物種都有一張突變額度卡，額度刷完生命結束，活多久本質上是細胞能撐多久。所以说衰老不是生命的必然，它是哺乳動物在进化中付出的代價。